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档案读取以及写入。好，今天我们想要对一个档案进行读取或是写入，我们首先呢就要把这个档案给开启。那在 Python 里开启档案的方法呢是这样：我们写一个 open，然后里面呢传入两个参数。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要开启档案的路径。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 mode， 后面加上开启的模式哦。好，那档案路径呢有分成两种，第一种是绝对路径，第二种是相对路径。那我们这上面的档案路径呢，我们要写哪一种都是可以的哦。那所谓的绝对路径呢，我们拿这个 Python， 然后里面的123这个档案当例子好了。那我们看它的内容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开启的是这个123.txt， 那它的绝对路径是什么呢？它的绝对路径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位置哦，它的位置在 C 槽 users， 然后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。那我们它的绝对路径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哦 ，C 槽 users， 那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， 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要开启的档案的名称哦，它是123.txt。好，那这边大家要注意一点哦，我们这边上面的这个斜线呢，跟我们上面写的哦都是相反的哦。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复制贴上呢，这个斜线要做反过来哦，不然会出现错误哦。我们执行的话会发生错误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想要开启这个档案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写，把这一串绝对路径呢直接写在这里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启我们刚刚那个档案。那如果是相对路径呢？那相对路径它是以我们程式的位置哦去做延伸。假设我们今天只写123.txt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支 file.py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说它是以程式的位置做延伸嘛，那这支程式呢是 file.py， 那这支程式在的位置呢在 Python 资料夹里面这个 file。它是这一支程式，那这支程式在的位置呢是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。假设我们今天上面只写123.txt， 那 Python 就会知道我们写的不是绝对路径，是相对路径。那相对路径呢是以程式的位置去做延伸。那我们这一支 file.py 这支程式呢，它在的位置是C 槽 users， 然后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， 所以呢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只写123.txt， 就相当于把这一串位置复制上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斜线改一下，要反过来。如果我们只写123.txt 呢，就相当于它会帮我们在前面加上这一串哦。因为我们说了，它是以程式的位置去做延伸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写123txt 就等于开启了我们刚刚这个123.txt 这个档案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想开启它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写，也可以这样子写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改回来。好。那再来进入开启的模式这个参数哦，开启的模式呢，我们下面也列了几种。第一种呢，假设我们开启这个档案，我们想要对它做读取的动作，那我们就可以用 R 模式。R 模式呢就写 mode， 然后等于，然后 R 等于这个双引号，然后 R 双引号。OK，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复写呢，我们开启这个档案之后呢，我们想要复写里面的资料，我们可以用 W 模式。那所谓的复写就是它会直接盖过去我们原先里面的内容哦，会直接盖掉，盖成我们新写的东西。好，那假设我们今天只是想要在原先的资料后面再加上一些东西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 A 模式，它就不会盖过我们原先的资料咯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讲了一大堆，还是不飒飒嘛，还是搞不懂在说什么。那我们直接举例哦。
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开启123.txt 这个档案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要对这个档案里面的资料呢做读取的动作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先开启这个档案嘛。那我们刚刚说开启档案的方法是 open， 然后呢，第一个是档案的路径。那我们这边用相对路径来当例子，那我们就直接写 123.txt。因为我们的这个 file.py 这支档案呢，它的位置跟 123.txt 它的位置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个参数我们要传入我们的开启的模式嘛 ，mode。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做读取的动作，所以开启的模式就是 R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就成功了开启了我们的这个 123.txt 这支档案哦。那开启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 file 这个变数里面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开启了之后，我们想要对档案做读取嘛？那我们可以怎么读取呢？我们写 file， 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加上点 read。点 read 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直接读取我们里面全部的内容哦。读取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印出来。好，我们执行。果然它就印出了我们里面所有的内容哦，7778、79到82，对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告诉大家哦。当我们开启一个档案之后呢，我们做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了嘛？我们做完了，我们想要读嘛？做完之后呢，我们要记得哦，把这个档案给关起来。那关起来呢，是用 close 这个方法，然后一个小括号。这样呢，我们这样子做，它才不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。因为如果我们开启了档案，然后不关掉的话呢，它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哦。就像我们今天假设玩的游戏 A， 那我们游戏 A 玩完之后呢，我们也不关掉，我们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就继续去玩游戏 B。那当然的嘛，因为我们游戏 A 还放在那边，所以它就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嘛。那相对来说，我们电脑的效能可能就会降低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 read 这个动作是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读出来嘛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想要读的是第一行呢，可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这样做，我们可以写 read line。read line 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只读一行哦。那我们执行看看，果然它就只读一行。那如果我们想读两行呢，我们可以 read line 之后再 read line 执行，它就印出7778。那以此类推哦，我们想读几行就 read line 几次。但是这样子呢，有点麻烦嘛。如果我们想要把全部的每一行呢都一行一行读出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写哦。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回圈，然后呢，我们假设这个变数叫 line， 然后 in file， 然后我们把它印出来，印出 line。我们这样子写呢，它就会把我们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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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资料哦，个别的放入 line 这个变数里面，然后去跑我们的回圈哦。所以呢，这样就会直接执行哦，它就会印出77、78、79、88、182嘛，所以是一样的。它可以帮我们直接读出每一行，一行一行的读出来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read lines。read lines 多加一个 s。read lines 呢是把我们每一行的资料放到一个列表里面。好，我们执行看看。它就把我们每一行的资料都放到列表里面。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。那这个换行呢是这个斜线 n 呢是换行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有做换行的动作嘛，换行就相当于后面加一个斜线 n。好，所以呢它会印出77斜线 n、78斜线 n， 直到最后一个82，因为我们82没有做换行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读取了嘛？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复写的话呢，我们就用 W 模式。
那 W 模式我们就不能 read line 了哦，因为我们今天就不能读了嘛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用，我们今天就是写的模式了。那写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写哦 ，file 点 write。那 write 呢就是写入的模式，就是写哦。好，那我们要写的东西呢，我们直接写在这个小括号里面。假设我们今天要复写的内容是 hello， 我们就直接写 hello， 然后执行。它执行完了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先关掉，再开起来。它就变成 hello 了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复写成 hi， 我们再执行一次。那我们回来看，它就变成 hi 了。好，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是在原先的资料后面再写东西的话，我们就用 A 模式嘛。我们试试看 A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在这个 hi 后面再加上 Mr. White 好了，我们就空白键 Mr. White， 我们执行看看。好，成功。它就出现了 Hi Mr. White。好，那假设我们想要换行之后，然后再加上你好。我们想要换行之后，在这边再加上你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成功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们的你好变成一串乱码呢？好，我们先把它删掉哦。会变成那一串乱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原本开启这个档案，它的编码方式并不支援中文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传入第三个参数。第三个参数呢，是我们编码的方式哦。那我们可以写 encoding 等于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写 UTF-8 UTF-8 呢，它就支援了我们的UTF-8 它就支援了我们的中文哦。UTF-8 好，我们再执行一次，再回来看，我们的你好就不是乱码咯，因为我们的 UTF-8 这个编码方式它就支援了中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每次开启档案就要做关闭嘛，对不对？每次开启，每次要做关闭，是不是很麻烦？那我们也有可能会忘记关嘛。那这边介绍大家一个写法就可以不用每次都在那边做关闭。那它是 with， 然后呢后面接着我们这一串，我们的开启档案，然后 as file。这一段呢，就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段，它会开启档案之后呢，放到 file 这个变数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要开启档案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呢，写在这个 with 里面写在 with 里面一样做缩排。那假设我们今天开启档案之后呢，我们是要写换一行之后呢，写哈哈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，就相当于我们上面写的这一串它不需要做 close 的动作，因为呢，只要出了 with，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做 close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执行，好，成功，它就多了哈哈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再多一行是你好啊，执行，好，那就多了你好啊。好，推荐大家这个写法可以省去我们的 close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，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档案的读取、写入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